大家好，今天我想跟大伙儿聊一个才19岁的年轻生命，就像春天里刚冒尖的嫩芽，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，就这么凋零了。而这一切的起因，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，竟然是因为一次打车时多付了910块钱。咱们把时间倒回去，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一个快满19岁的大男孩，第一次离开家，从河南老家坐着高铁，心里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一丝丝闯荡大上海的紧张，来到了那个传说中遍地是机会的虹桥高铁站。他可能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，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，还有父母沉甸甸的叮嘱，他要去投奔在那儿打工的堂弟，准备进厂里找份工作，靠自己的双手挣一份前程。那时候的他，眼睛里一定闪着光吧，就像无数个你我当年一样，觉得只要肯努力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可现实呢，却像一盆冰水，兜头盖脸的浇了下来。他在出站口跟一个司机谈好了价钱，100块，从虹桥送到浦东。这本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交易，可就在下车扫码付钱的那一瞬间，悲剧的种子悄悄埋下了。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来大城市有点紧张，也可能是操作手机时不留神，手指一滑，100块的车费他付成了1010块，多了一个零，也多了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。发现自己付错了钱，这个男孩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着急，他赶紧通过支付记录给司机留言，特别客气地说：师傅你好，我这边付多了，能不能退回来呀？这话说的多卑微，多小心翼翼。然而这条充满了希望和焦虑的信息，却如同石沉大海，没有激起一丝涟漪。那个收到了这笔意外之财的司机选择了沉默，选择了心安理得的将这笔不属于他的钱揣进自己的口袋。这里咱们得聊聊一个词，叫不当得利。这听着好像挺专业，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你拿了不该你拿的钱，法律上规定你拿了就得还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可那位司机，他似乎把这点最基本的做人道理和法律常识忘得一干二净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对这个男孩来说，一定是人生中最黑暗、最漫长的煎熬。他人生地不熟，身上可能也没带多少钱，那910块钱，或许就是他初到上海的全部希望和底气。他一次次的看手机，一次次的刷新，等待着那个红色的退款提醒，可等来的只有一片死寂。那种感觉，就像你在无边的黑夜里划亮了一根火柴，满心期待它能照亮前路，结果一阵冷风吹来，连那点微弱的光都给掐灭了。绝望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。他失联了，家人像疯了一样的找他，从上海找到苏州，最后是在苏州的一座山上，有游客发现了他，但已经是一具冰冷的遗体了。旁边放着一个喝了一半的农药瓶子。他哥哥后来反复听他留给同学的最后那几段语音，声音模糊不清，充满了痛苦和挣扎。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：我喝了半瓶敌敌畏，我的天，我真的无法想象，是怎样的无助和痛苦，才会让一个花季少年选择用这么惨烈的方式来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压垮他的真的只是那910块钱吗？我觉得不是，钱只是那根导火索，真正把他推向深渊的是那份被欺骗后的屈辱，是求助无门后的孤独，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冰冷刺骨的漠然。他就像一个溺水的人，拼命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可那个司机，那个本可以轻易拉他一把的人，却冷酷地抽走了那根稻草，还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。这种人性的恶，远比金钱的损失更伤人。更让我觉得可悲又可气的是，事发之后，男孩的哥哥悲痛欲绝，只想为弟弟讨回一个公道。他给司机打电话，电话那头是一阵死寂，然后挂断，从此再也打不通。他把司机告上法庭，打的官司叫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。这名字听着挺绕口，其实就是说，你坐车我送人，咱俩这就算有个口头合同，现在合同出了问题，
就得说道说道。可开庭那天，那个司机连面都没露，他就像一个幽灵，拿走了不该拿的钱，间接夺走了一条人命，然后就消失在了人海里，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。这是何等的懦弱和无耻！你连站出来面对自己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吗？一句对不起，一声道歉，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？或许对你来说，那910块钱能让你快活几天，但对那个男孩来说，那是他最后的尊严和活下去的希望啊！这件事真的让我反思很多。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每天和无数人擦肩而过，我们是不是也变得越来越冷漠了？我们总说社会复杂，人心难测，于是我们把自己包裹起来，对身边发生的不公不义也渐渐习惯了视而不见。可我们忘了，正是这一点一滴的冷漠，汇聚成了足以吞噬一个人的寒流。如果当时那个司机能动一点点恻隐之心，把钱退了，哪怕再多说一句小伙子下次注意点，结局会不会完全不同？如果那个男孩在最无助的时候能遇到一个愿意听他倾诉，给他一点温暖的陌生人，他是不是就能挺过那个坎儿？可惜生活没有如果，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的定格在了19岁。他原本是要去工厂打工的，他的人生本该有无数种可能，他可能会遇到喜欢的姑娘，会组建自己的家庭，会成为家里的顶梁柱。可现在所有的可能都化作了泡影，留给家人的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。我真心希望那个司机能被找到，不只是为了退还那笔钱，更是为了让他站在那个悲痛的家庭面前，亲口说出那句迟到的道歉。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这个悲剧里学到点什么。下一次，当我们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，别那么吝啬我们的善意。有时候，你一句温暖的话，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，真的可能会成为照亮别人整个世界的光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